乌军 F-16再创防空佳绩，连续击落7枚俄巡航导弹。布良斯克州遭袭爆炸，俄后勤再受重创。俄罗斯资源耗尽，开始夜店抓壮丁，并接受朝鲜更多武器装备。叙利亚内战告急，反抗军占领多座城市和俄军基地。俄叙战机出动轰炸伊德利卜市。俄罗斯更换驻叙败将，亚美尼亚撤军，留守莫斯科的阿萨德总统还能回叙利亚吗？精彩资讯即将开始。乌克兰的 F-16战机在近日的基辅防空战中再创佳绩。泽连斯基表示，乌军使用 F-16连续击落了7枚来袭的俄巡航导弹，保护了乌克兰的基础设施。相对的，乌克兰也发动空袭，袭击了俄罗斯本土目标。据开源情报报道，12月1日晚，乌军再次空袭了俄罗斯重要的后勤地区布良斯克州。虽然事发突然，暂未有详细战报传出，但从现场披露的照片看，布良斯克多地发生了明显的大火，俄军的防空系统也是彻夜活跃。加上这已经是半个多月来布良斯克遭受的第3次袭击，前2次乌军重挫了俄军1060基地，该基地导弹储存库受损严重。之后又发射8枚 ATACMS 导弹，摧毁了布良斯克的卡拉乔夫军火库。因此火力军相信此次乌军的战果必然不小，值得我们期待。库尔斯克方向12月1日，乌军加大了在诺沃伊万诺夫卡村北部和波格列布基的推进力度。一名乌克兰高级士官表示，俄军正在使用强大的电子战系统来掩护和协助实施突击行动。不过由于经营不善，经常会被乌军的敌后侦察人员发现，之后迎接他们的就是乌军海马斯火箭弹从天而降的正义打击。而针对那些龟缩在战壕里的军官和士兵，尤其是针对俄海军陆战队第810旅，乌军使用了从美国得到的凤凰幽灵无人机，致使这些俄军部队损失惨重。而凤凰幽灵无人机的效率之所以这么高，是因为该无人机有别于其他无人机那种直接冲撞目标并引爆炸药，它能在接近目标的空中直接引爆，之后借由破片对战壕内人员进行杀伤，或对顶部防护较为薄弱的装甲车实施打击。据悉，这款无人机其实从2年多以前，美国就低调对乌克兰进行了援助，而这也是俄军伤亡居高不下的原因之一。哈尔科夫方向，俄军在未指明区域发动了至少2次大规模机械化攻势，结果被乌军悉数击退。作战的乌克兰旅报告称，摧毁并损坏了俄军4辆坦克、2辆步战车、1辆装甲运兵车。同时，俄军也在持续反击，乌军第92突击旅在波格卢瓦特卡一带发动猛攻，随后夺回了部分区域。同时，乌防空部队还使用左232双管高射炮击落了来袭的俄军无人机。切尔尼戈夫州有尚未证实的消息称，俄特种部队在蒂蒙诺维奇和卡尔波维奇附近摧毁了2座跨越国际边界的桥梁，目前暂不知俄军意图。库皮扬斯克方向，乌克兰军事观察员12月1日称，俄军越过德沃里奇纳以南的奥斯基尔河，并在马修基夫卡、扎帕德涅地区建立了第2个连级规模的桥头堡，目前乌军正针对这里进行反击。红军村方向，乌克兰总参谋部报告说，战斗发生在东部的米罗留比夫卡、米尔诺赫拉德和普罗明，东南部的利西夫卡和克鲁迪亚尔附近。一名作战的乌炮兵侦察营指挥官表示，俄军每天都会以20到30人为一组，间隔30到40分钟，不断沿利西夫卡附近公路、铁路线向红军村发起突袭。同时，该指挥官还表示，俄军还会利用小股突击队、远程火炮、战机、无人机对乌军的地面交通线实施破坏。库拉霍方向，根据亲乌频道的最新消息，过去48小时，俄军在正面战场取得了重大突破，已渗透到该市东部居民区，并威胁其工业区。目前，俄军正在东部的波贝蒂街和普罗科菲耶夫大道沿线作战，同时向城市北部推进，向斯塔里特尔尼村进发。分析认为，俄军的目标是占领斯塔里特尔尼村，从而完全截断驻守乌军的后勤。乌军正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而我们现在只能相信希尔斯基司令带来的援助会起到作用。普京签署了俄罗斯2025年预算案，其中国防支出预算被抬到了历史新高。根据俄罗斯政府网站12月1日公布的数据显示，俄罗斯2025年国防支出将占预算总额的 32.5%， 约为 13.5 兆卢布，折合超过1450亿美元，远高于2024年的 28.3%。俄罗斯国会上下两院、联邦委员会和国家杜马也于近期批准了这项预算案，而这反映出莫斯科加码军事投入的决心。
只不过自2022年2月全面入侵乌克兰以来，这场欧洲自二战以来最大规模的冲突耗尽了俄罗斯人员和武器资源。就俄罗斯而言，11月29日深夜，俄罗斯当局对莫斯科3家最知名的夜店展开突袭，逮捕数百名男子，并将他们带往驻兵办公室。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顾客表示，当晚夜店内的气氛紧张而诡谲。俄军进来后开始检查证件，并在没有太多解释的情况下就把男人带走。女人则是拍下证件后被允许离开。由此可见，俄罗斯政府为了解决兵力短缺问题，已经开始使用更激烈的手段，抓捕符合兵役资格的人。而且火力军相信，在面临巨大的兵力短缺压力下，这类大规模的抓捕行动可能还会更多。在武器方面，俄罗斯也开始接收更多朝鲜武器。据乌克兰情报总局表示，朝鲜向莫斯科提供了超过100套的火炮系统，超过100枚 KN-23、24弹道导弹，以及500万多发的大口径弹药。就连欧盟外交事务负责人博雷尔都坦言称，朝鲜给俄罗斯的支援力度远超过了欧洲给予乌克兰的。此话或许有些夸张，但也反映了朝鲜近来援俄的力度。博雷尔也是希望欧洲加大军援，俄朝双方则没有做进一步回应，后续报道有待观察。接下来是中东地区最新动态。据最新消息显示，叙利亚反抗军已经占领阿勒颇市东部约30公里的库维尔斯空军基地，直接一波肥。据悉，在2015年11月，阿萨德政府收复了库维尔斯基地后，就部署了一个 L-39信天翁战机中队，并由俄叙联合操作的山毛榉 M1 防空系统来保护基地。但此次叙利亚反抗军来袭，驻守的阿萨德政府军和俄军受神秘力量影响，直接弃基地而逃，什么都没带走。因此，叙利亚反抗军收获了5架原先属于俄罗斯空军的战机，以及大量包括 T-72A、BMP-1、BT-280、M46 火炮、S-60高射炮在内的武器装备。更不可思议的是，阿萨德政府军和俄军还悉数从阿勒颇地区逃走，甚至哈马士的驻军也逃了。叙利亚反抗军没遭到丝毫抵抗，就直接进入了哈马士。有报道称，叙利亚反抗军已经控制了哈马北部的多个城镇，还夺取了位于艾姆高速公路上的重要区域莫里克。而哈马士到首都大马士革的150公里道路上塞满了阿萨德政府军和俄军逃跑时留下的车辆。在此之前，伊朗外长曾预计叙利亚反抗军会在12月1日抵达大马士革市，而现在这则预言可能已经实现了。据最新消息显示，大马士革首都发生了激烈的军事冲突，据传是总统卫队和政府军在总统府和总参谋部大楼发生枪战。叙利亚官方频道称是在与在城市内发现的敌人进行战斗，但其他频道则声称是马希尔·阿萨德领导的第4装甲师发动了针对阿萨德政权的政变。虽然之后叙利亚政府则否认了此事，声称大马士革军队火拼的传言是假消息，但外界发现当时叙利亚国家电视台曾短暂播出过冲突画面，但随即遭遇了紧急掐断。截至目前，大马士革的局势尚不明确，相关消息还有待进一步证实。而除了大马士革内部的战斗外，叙利亚反抗军还在攻占位于伊德利卜市东南部的汉谢洪镇和哈马市后，向南向叙利亚第3大城市霍姆斯进发。若是他们在占领了霍姆斯，就相当于切断了大马士革与俄罗斯塔尔图斯海军基地的联系，之后的行动将更加便利。面对来势汹汹的反抗军，阿萨德政府军和俄军派出战机，加强了对控制区的轰炸行动。据路透社援引叙利亚军方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12月1日，俄军和阿萨德政府军的战机轰炸反抗军占领的伊德利卜市。报道援引伊德利卜市一名居民的话称，此次袭击击中了该市市中心的住宅区，造成至少有7人死亡，数十人受伤。不过阿萨德政府军和俄军都强调称，锁定打击的是反抗军藏匿的地点，并非攻击平民。他们已经认定伊德利卜市是叙利亚反抗军的大本营。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叙利亚俄军表现拉胯，俄军更换将领进行领导，试图挽回战局。据彭博社报道，12月1日，俄国防部解除了谢尔盖·基塞尔中将在叙利亚的俄军指挥官职务，并让亚历山大·柴科上将取而代之。这几日，基塞尔领导的叙利亚俄军表现实在不堪，面对反抗军的进攻一退再退。实际上，基塞尔的指挥水平水分很大，之前在哈尔科夫战场就被乌军重挫，在那之后被俄国防部分配到了叙利亚。原以为在叙利亚面对一群没有多少武器的散兵游勇，基塞尔能从容应对，但情况正好相反。面对叙利亚反抗军的猛攻，基塞尔领导的叙利亚俄军不仅丢失了数个军事基地，更有消息称俄罗斯在叙利亚的 SSO 特种部队也遭到不小的损失。而柴科上将接任能改变如今的叙利亚战局吗？
柴克上将曾于2015年至2017年担任俄罗斯驻叙利亚部队集团的参谋长，并于2019年9月至2020年11月、2021年2月至6月和2022年9月至12月担任俄罗斯驻叙利亚部队集团的总指挥官。可以说，他对叙利亚局势有着丰富的作战经验，但要改变如今的战局恐怕很难。其实因为俄罗斯已经承诺会支援叙利亚，但截至目前，除了仅有的空中支援外，并未有任何地面部队向这里增援。或者说，俄罗斯已无力应对除乌克兰战场以外的其他战场。其二是因为和前面说的神秘力量有关。难道大家不好奇，像阿勒颇这样一座军事重镇，为什么会沦陷得这么快？驻守阿勒颇的共和国卫队第30师仿佛梦游一般弃城而逃。据传是因为叙利亚军方的指挥系统在关键时刻突然全部中断，同时阿萨德监狱的大门被人打开，放出了所有囚犯，并占领了阿勒颇古堡。而这一系列行动都表明叙利亚政府军内部有接应。回到柴克上将能否改变叙利亚战局问题上，答案是很难。叙利亚的指挥系统已经彻底瘫痪，即便俄罗斯空军竭尽全力展开援助，也如石沉大海，收效甚微。至于阿萨德总统能不能返回叙利亚，其叙利亚总统巴沙尔·阿萨德几乎在反抗军发起进攻的第一时间就突访莫斯科，寻求俄方的支援，但他至今仍留在莫斯科，没有返回叙利亚的打算。而阿萨德的家人也是留在了国外。不过身在莫斯科的阿萨德表示，无论反抗军的袭击多么激烈，叙利亚都将在盟友的帮助下将其击败。其二，俄罗斯除了空中援助外，并未进行任何地面援助，而阿萨德另一个有力支持者亚美尼亚，其军队也已从阿勒颇附近撤军，因此阿萨德总统近期大概率是不愿意也回不了叙利亚。据以色列国土报报道，埃及代表团已抵达以色列，正在与以色列讨论在加沙地带停火的提案。根据该方案，以色列和哈马斯首先要进行持续1到2个月的停火，在此期间，哈马斯逐步释放以色列被扣押人员。另外，由于真主党已率先与以色列达成停火，哈马斯的谈判筹码遭到削弱，多半不能继续坚持，要求以色列完全撤军了。需要注意的是，据以色列时报报道，内塔尼亚胡愿意接受哈马斯释放被扣押人员，但不会结束战争。内塔尼亚胡表示，他之所以接受与真主党停火，主要是因为以色列已达成战略目标，能够有效阻止真主党重建武装。但加沙情况不同，以色列的目标是要彻底摧毁哈马斯。据彭博社报道，芬兰将在国内生产无人机，旨在支持乌克兰对抗俄罗斯的同时，也向欧盟和北约国家提供相应的无人机。按照芬兰方面的说法，这些无人机的生产工作将由苏马防务公司负责。该公司计划在明年上半年与乌克兰伙伴企业合作，开始大规模生产无人机。除空中无人机外，该公司还将制造陆地和海上无人系统。根据媒体报道，北约多国炮兵部队在北极圈内进行联合军演，没想到真正的对手不是敌人，而是极寒天气。例如一些武器在寒冷环境中容易出现卡壳问题，又或是许多士兵缺乏面对寒冷环境的经验，这可比缺乏战绩更为致命。对此，北约炮兵部队开始转变战略，学习如何在极端环境中生存并作战。训练内容包括如何驾驶重型装甲车辆在容易打滑的结冰道路行进，如何在零下30度的低温下维持大型火炮的运作等。除此之外，通信也是这次演习的重要环节。在演习过程中，北约炮兵部队测试了多种数据传输方式，以确保首选通信失效时能及时切换到备用方案。根据印度媒体报道，知情人士表示，印度与俄罗斯正在探讨新的合作，打算联合生产苏霍伊战斗机所使用的发动机。而在前些天，印度斯坦航空有限公司的董事长兼总经理 D.K. 苏尼尔前往俄罗斯进行访问，印度国防部长拉杰纳特辛格也将在12月8日访问俄罗斯。根据报道，苏尼尔前往俄罗斯访问是为了达成意向合作，以此来获得与俄罗斯联合生产240台 AL-31FP 航空发动机的许可，是苏30 MKI 所使用的发动机，而印度空军同样装备了这款战斗机。在今年9月份，印度内阁批准了一项价值2600亿卢布的军购计划，约合33.8亿美元，主要内容是采购240台 AL-31FP 型发动机，以此来保证空军苏30 MKI 机队的升级需求。作为印度空军的关键项目，苏30 MKI 战斗机的重要性就不必多说了。凭借着强大的性能与多功能性，苏30 MKI 一直是印度空军的主力战机。而随着服役年限的增加，苏30 MKI 机队面临着升级的需求。如果不是乌俄战争爆发，导致俄罗斯无法提供技术支持，
印度空军旨在提升苏30 MKI 性能的超级苏霍伊计划应该都已经落地实施了。然而乌俄冲突的结束时间无法确定，但印度空军已经等不了了。近些年来，印度一直在拖动军队武器的国产化，于是，在超级苏霍伊计划中，印度打算让根据合同将由斯坦航空进行生产。然而，方案的实施面临着许多困难。虽然在引入苏30 MKI 的时候，印度就要求获得 AL31FP 发动机的生产授权，但在印度组装生产的200余架苏30 MKI 中，大部分都是使用了俄制发动机。据法新社报道，为满足北约防务需求，德国计划增购4艘泰普212CD 型潜艇。目前，该国国防部已向国会申请了一笔47亿欧元的预算。泰普212CD 型潜艇是德国与挪威联手开发的新一代潜艇，德国此前已购买了2艘，挪威方面也预定了4艘。虽然在俄罗斯技术支持下，印度也自主生产了100台 AL31FP 发动机，但因为斯坦航空的技术有限，使得印度产的发动机质量并不高。更重要的是，按照印度这种依赖进口发动机，然后通过组装实现国产化的做法，为印度空军飞行员带来了严重的安全挑战。要知道，对于一架战机来说，发动机的可靠性与性能将直接关系到飞行员的生命安全与战斗任务的成败。如果斯坦航空无法生产出质量可靠的 AL31FP 发动机，苏30 MKI 战机的性能也将大打折扣。在这种情况下，印度只能继续选择向俄罗斯求援，希望能获得俄罗斯的技术支持，共同生产这240台 AL31FP 发动机。据海军新闻报道，西班牙纳凡蒂亚造船厂已将首具新型氢能崛起推进动力系统安装于该国海军 S80级3号舰科斯梅加西亚号。新型氢能 AIP 系统由酒精反应器和燃料电池组成，可将舰载的酒精通过反应器产生氢气，再将氢气与舰载氧气输送至燃料电池，为电池组充电，从而无需装载危险性较高的氢气，并可在水下长时间安静潜航。同时，加西亚号还拥有3具柴油发动机，能以传统柴电潜艇方式作业。此外，西班牙海军表示 S801 号舰艾萨克佩罗号以及2号舰纳西斯蒙图里奥尔号在成军时还不会安装新型 AIP 系统，计划在之后的首次大修中才会为其加装该系统。据自由时报报道，意大利近日向卡塔尔交付了一艘特别设计的防空型船坞登陆舰，代号为 AI Falk。该舰全长约143米，宽约21.5米，最多可容纳550人。在结构方面，其配备了一个可停放 NH90 直升机的全通式飞行甲板，一个带有2条车用坡道的大型车库，以及一个能部署登陆舰的内部船坞。在武器方面，其配备2具8管 Saver A50 垂直发射系统，可发射阿斯特导弹，并搭配 SAAM EST 防空作战系统及先进的主动雷达，具备强大的空防能力。此外，据海军新闻报道，在实际部署中 ，AI Falk 将与祖巴拉级防空护卫舰协同作战，并与之共享情报信息。这主要是因为 AI Falk 配备了 Kronos 多功能雷达以及新型的 L 波段雷达，两者合称克洛诺斯之盾系统。但由于该雷达系统的体积太大，无法安装在一艘护卫舰上，因此才采用这种护卫舰加登陆舰的联合作战方式。据韩联社报道，韩国已正式完成国产远程地对空导弹系统的研发，并在大田总部举行了完工庆祝仪式。按照韩国方面的说法 ，L-SAM 旨在末端击落朝鲜的 KN-23 和 KN-24 等弹道导弹，其预计将使用2种类型的拦截器，一种用于防空，旨在针对战机或巡航导弹等一般空中威胁；另一种用于反弹道导弹，采用撞击杀伤系统，使用具有红外传感器和精确飞行控制能力的拦截器拦截目标，能够拦截40至60公里高度的导弹。需要注意的是 ，L-SAM Block 1的开发已于今年5月完成，初始量产将于明年开始，并将于2028年起部署至韩国空军。此外，韩国目前部署的爱国者防空导弹和天宫2型导弹属于末端低空防御系统，再加上在庆尚北道兴州郡部署的萨德反导系统，其负责末端高空区域防御的拦截高度要比 L-SAM 略高。因此，随着 L-SAM 的正式完工，韩军可在爱国者导弹和天宫2导弹未能覆盖的空域进行拦截，进一步提升导弹防御能力。即在面对敌军的导弹攻击时，L-SAM 将先在高空进行拦截，若拦截失败，将会由爱国者导弹和天宫2导弹继续在低空拦截。
好了，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大家对叙利亚内战有什么要补充的，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我是火力军，下期再见。